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我小时候超喜欢吃的中式小点心——糖酥饼。面团分为两部分，我们先来制作水油面团。将中筋面粉，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普通面粉和糖放在一个大碗中混合均匀，加入猪油，没有猪油可以用软化的无盐黄油或者植物油代替。将水用微波炉加热15秒到温热不烫手的程度，加入到面团中，搅拌成絮状之后，用手揉成团。刚揉好的面团表面很不光滑，我们用保鲜膜包好，防止它变干。先醒10分钟。将刚才醒了10分钟的水油皮放在案板上，因为这个面团含油不会粘案板，案板上不需要撒面粉。接着用掌根向前搓揉面团，从左到右搓，搓长以后将面团折叠，然后重复搓揉的动作。这一步是要把面团揉光滑，产生面筋，这样面团才能在包酥之后擀得很薄的情况下，还能有足够的延展性，而不会漏酥。这种手法比向中间揉效率更高，我大概揉了5分钟。现在重新包好，让面团醒30分钟。揉面和醒面都是为了让面团的延展性更好，所以不要省略。这期间我们来准备油酥面团，将中筋面粉和猪油混合，用手搓成一个面团。开始可能感觉到面团很干，等油浸透面粉就会变得很润了。这一步也可以在案板上进行，方便揉搓。猪油的开酥效果是最好的，没油也可以用其他油脂代替。将面团盖好放在一旁备用。下面准备内馅儿，糖使用白糖或者红糖都可以。面粉主要防止糖融化后流动爆浆。黑芝麻如果是生的，最好先炒熟，也可以换成白芝麻或者省略不放。将3种材料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面团醒好之后不用再揉，直接用擀面杖擀开，擀成一个比油酥面团大一圈的圆形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油酥面团包进去，将接口封严，防止一会儿擀的时候漏酥。将面团用擀面杖擀开，要确认一下接口处是否裂开，以免漏酥。接着将面团擀成一个大约40乘以30厘米的长方形。我的案板上是没有撒面粉的，撒面粉容易使面团表面变干燥，包的时候很难收口，所以擀面皮的时候要时不时掀开查看和活动一下底部，以免面团粘在案板上。如果有擀面垫的话，也可以在擀面垫上操作，更不容易粘连。擀好之后，将面皮沿着长边卷起来。我们这种包酥方法比把面团先分成小剂子，再挨个包酥擀卷更有效率。最后将卷好的面皮平均切成8份，用保鲜膜盖好，防止它们变干。家里比较干燥的尤其要注意，要盖严。取一个剂子，将接缝处朝上放，擀成一个直径约7厘米的面皮，不圆也没有关系。然后将面皮放在4指形成的一个小窝处，用手按一下，让它形成一个小坑，方便填馅儿。用小勺装入一点糖馅儿，量不需要太多，馅儿多会不好包，而且做出来的饼会太甜。最后用虎口处慢慢将面皮聚拢收口，将接口处密封好，简单整圆，然后先放回保鲜膜下面醒一会儿。如果不行马上擀，接口很容易爆开。将所有的剂子都包好之后，拿出第一个包好的饼，按扁，用擀面杖擀成一个直径7厘米左右的小圆饼，就可以拿去烙了。烙饼最好用不粘锅，锅内不用放油，炉灶开最小火，依次下入饼坯。一面上色之后，小心翻面继续烙，翻面不要太过频繁，以免饼皮表面的酥皮会破掉。根据你火的大小，烙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，我用了大概20分钟。等到饼皮表面金黄，饼微微鼓起就可以出锅了。也可以将饼放在预热到180摄氏度的烤箱中层烤20分钟。刚出锅的饼表面并不会很酥脆，要放在烤架上晾凉才会变酥脆。掰开一个感受一下这个酥脆的感觉和分层的效果。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微甜而又酥脆的口感，这个饼真的是一吃就停不下来。用锅烙出来的也不比烤箱烤出来的差很多，也十分酥脆。没有烤箱的同学也可以在家试一试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一键3连。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